有爆料称，中共军中突发剧烈人事清洗，39名将领被集中免职，3名上将落马，震动政坛。王沪宁罕见提前释放政协会期信号，四中全会10点浮出水面，习近平摊牌退位，赵乐际成博弈核心，党内斗争升至临界点。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爆料说，6月19号，中共军委系统一共免去39名军级以上的中共将领，其中包括3名上将落马。此外，中共军委审计署审计长孙斌也于6月19号下午被直接带走，海军审计委书记陈东方直接落马。前中国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先生独家披露说，这些都不是小人物，全是涉及案件圈子的高端核心军官，而且这些还不是全部。他说，据他自己掌握的资料，后续还有2批清洗行动即将展开，总体规模会超过100人，彻底打穿当前军权生态。赵兰健披露，这3名被免职的中共上将分别是海军1号、中部战区1号和南部战区2号。旅迷时评人李牧阳先生在自媒体节目中指出，如果这个1号和2号分别代指司令和政委，那么海军1号就应该是海军司令胡忠明，南部战区2号就应该是南部战区政委王文权。李牧阳表示，从胡忠明的履历来看，他的升迁应该与落马的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有一定关系。苗华任海军政委期间，胡忠明升任为海军副参谋长。苗华进入军委后，负责全军将领的举荐提拔。胡忠明在这期间不断晋升，最终在2023年12月升任海军司令。而南部战区政委王文权的仕途升迁，几乎都集中在习近平掌权后的这段时间。他从2013年步步提升，直到2023年12月调任中共南部战区政委，并被习近平晋升为上将。据李牧阳分析，中部战区1号很可能是未宣布的中部战区司令王强，他是已故中共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空军旧部。王强的一路升迁大概率得益于许其亮的提拔。有传闻说，习近平失去权力后，利用许其亮、苗华和卫东等人的势力，发动了几次反扑，结果每次都遭到挫败。那么作为许其亮的空军旧部，王强是否参与了反扑行动？这次有关胡忠明、王文权和王强3名上将在内的39名将领被处理，是否和参与反扑有关？近日有消息说，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要废除习近平推动的军改，恢复7大军区，重建4总部。李牧阳指出，如果把这些消息综合到一起来分析，这次39名中共军级以上将领出事，包括后面还有2批要被处理的中共将领，这是不是张又侠准备再次实施军改的前奏呢？这一轮清洗是否预示着中共军中生态的又一次重大转向，仍需要观察更多后续动作。官媒新华网报道，6月20号，3代国师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他在会上高喊保持政治定力，同时宣告中共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3次会议的最新召开时间在入秋之后。据传，习近平虽然表面已经失去权力，但他一直在谋求反扑的机会。他提出在下届常委名单中，赵乐际必须跟他一起退休。保持政治定力出自习近平6月13号在中共纪念陈云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谈到在变乱交织、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面前而保持政治定力这一表述，也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伊始高喊的增强政治定力演变而来。包括习近平2020年在宁夏考察讲话中都指示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政治定力。据分析，王沪宁对保护政治定力的引用可看作是常委被迫执行的口令，以规范高层官员的思想。这无疑也暗示了在中南海高层在政治定力问题上
可能已经四分五裂。京城最近传出的一个消息还是具有相当看点。现在最重要的也是令人最为关切的信息来了，透露习近平下台时间将在8月下旬。这与王沪宁在政协主席会议上说的入秋之后恰好呼应，这是不同寻常的时间点。王沪宁关于保持政治定力的政协主席会议，最重要的不是学习贯彻执行习近平讲话精神，而是强调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常委会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并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该会议。时政评论人李牧阳说，根据中共全会会议内容的惯例，3中全会主要是研究经济，4中全会主要是党建和人事内容。而从3中全会以后，中共人事变化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共统战部长石泰峰和组建部长李干杰两人职务对调。石泰峰现在是中组部部长，并兼任政协第1副主席，而他很有可能在4中全会上辞去政协第1副主席职务。胡春华目前是政协第2副主席，传闻说元老们考虑让他登上高位。如果属实，胡春华也会在下次政协会议上辞去政协副主席一职。如果胡春华、石泰峰被免去政协副主席职务，就会在8月下旬政协常委会上通过。假如胡春华登上高位，也一定会在4中全会上变动。因此可以推断，4中全会将在今年8月下旬政协常委会开会之前召开。而王沪宁现在就通报下次政协常委会召开的时间，说明他很确定4中全会开会的时间。最近各种传闻甚嚣尘上，习近平与元老和军方的谈判中，赵乐际是一个焦点。习近平坚持让赵乐际和他一起退休。刚刚由习近平马仔李希掌握的中纪委又有了打击赵乐际的行动，宣布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前书记周家斌被双开。官方通报称，周家斌妄议中央，搞权色交易，并收受巨额财物等。熟悉中共官场的人都知道，周家斌曾与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赵乐际胞弟赵乐勤在桂林共事。赵乐勤任书记时，周家斌任副书记、市长。赵乐勤主政桂林时的多名旧部已经落马。习近平还旧话重提，把当年陕西腐败案重新摆在桌面上，要把赵乐际拉下来。有爆料称，最近赵乐际经常让习近平下不来台，提出人大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一定要把领导干部按时退休的制度重建起来，不能动不动就修改宪法，要把习近平的错误纠正过来。他要求习按时退休，同时提出自己比习近平年轻4岁，可再干一届委员长。今年两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取代赵乐际主持了人大闭幕会，并宣布赵乐际因呼吸道感染缺席。但爆料说是赵乐际在人大开会时建议通过一项特别决议案，取消国家主席无限期连任制。习近平本打算拿下赵乐际，但提前走漏了消息。老军头在关键时刻把赵乐际救走并保护了起来。有分析指出，这意味着中共高层内斗已经升级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评论认为，习近平点名赵乐际一同退下，是习近平方面对赵乐际的报复，同时也是对元老和军方的反扑行动。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